OK，我们先讲一下 SPY，就是回顾一下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其实我们看图的话，这根大绿柱就是上一个 CPI 数据出来的时候，一个疯狂拉升的那根绿柱。那在 CPI 数据出了之后呢，其实它是一直在盘整的。那时候的我当时讲的这个黄色的区间是一个支撑的区间。只要这里是守住的话，问题都不大。那看到一直这样横盘，那这段时间呢，就是非常的难受，因为它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，整天就感觉很浪费时间这样的感觉。你做期权的话也是。没有一个方向能够超过3-4个15分钟的candle K 线图这样子，所以做这2个星期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做起来感觉很憋着的样子。在JP 呢，他开始讲话之前呢，他是尝试过去突破200天那个均线。但是200 SMA 呢是过不去，被打了下来。其实那时候一跌下来的时候，挺多人都挺担心，会不会又塌下去？但其实如果你看一个比较大的 time frame 的话，它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做波段的话，你一定要不单单看什么15分钟图、1个小时图，你得看一个比较大的 time frame， 用 multiple time frame 这样子。然后快进到 JP 开始讲话，在这一天的讲话这一天，其实他的讲话内容跟之前是非常相似的，他唯一有一句不一样的是说他有可能在12月就放缓减息，这个是其实他之前没有说过，但他没有说过，并不代表他没有表示这样子的意思。他其实在那时候说过一个今年年尾的那个 terminal rate 的时候，大家是能计算出来是再加个 1.25 嘛。那它11月份已经加了 0.75， 对不对？那要达到 1.25 的话，那就是说12月份就只是加个 0.5 这样子。你们能看到我写的东西吗？那11月份加了这个，那12月份的只能是加这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上他说的话是跟之前讲的东西实质上是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说就是这一次讲话讲的更明了，更加明讲了，这样以前都是这样暗示，这一次讲的更加明讲了。这一次，那讲完之后呢，那市场对他反应就非常的正面。那我为什么会觉得之前会出现这种状况呢？就在讲话之前都出现这种状况，是因为有很多 Fed 的那个官员，特别是那一个 Bear 那个人。他整天放炮说什么0.75啊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经济数据，也总是让人就很多的幻想连篇这样子，都一直在猜12月份会不会又是0.75这样子。那他 JB 讲那个话出来之后呢，市场直接把SPY 推过了200 SMA 之前比较挣扎的这个地方，把它推了过去。那今天的就业的数据呢，在它公布之前，其实它是在这条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这条趋势线这个地方，它是在这个地方那里盘整。但是呢，它今天的就业数据就超乎了大家的预期，超了很多。预期只有20万左右的数据，但是它今天出来就变成26.6万。那机器人呢在想着，既然我在这个趋势线这个地方是主力区然后又加上过热的经济数据，然后就开始砸盘了。那砸盘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在今天早上就说过，这个数据并不代表它是坏，因为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11月份的 CPI 是怎么样。如果11月份的 CPI 是下降的话，这个数据反而就表示我们有可能出现 soft landing 这样的机会。今天盘前的时候讲过，它大跌的时候在那个黄色的区间，其实刚才大家在日线图里面我一直都给大家讲过，这个就是这个黄色的支撑区间，画到这里的时候，它其实砸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就是提醒的那个潜在支撑的区间。那这里呢，进场呢是 R&R 最高的点位。
那再加上一点运气的成分，空军也比较弱，所以它也砸不下去。那开盘的时候，很多小散他会习惯性的想着，那趋势线大家都会画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怎么用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画线并没有什么很难的事情，大家都会画。那他习惯性就说，我在趋势线被拒绝了，然后经济数据又过热，然后被砸下来，刚好这个地方他就赌嘛，在这里赌就会又被砸下去，在大盘被砸个30% 这样子，像之前那样子。但实际上你要想一下，你在支撑区间这个地方它还没有破，你就开始做空的话，实际上是你的 RNR 是非常的差的这样子。那结果呢，在开盘的时候就出现了被挤空的这种一种情况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日线图的话，它其实在主力区间这个地方盘整是一个好的现象，而且它交易量也超过了均量，所以呢，现在虽然它这个是一根红的，但是也没有起什么值得担心的。下一个星期呢是经济数据的真空期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重要的经济数据会公布，那所以呢，估计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在横盘一段时间，我实在想不出它会有大跌的出现大跌的理由。那 CPI 会引发什么样市场反应就没有人知道了，也没有必要问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OK，SPY 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讲一下 QQQ。那它跟 SPY 不一样的是，即使 JP 讲话呀，它也没有能帮助它冲出这个区间，就是这个区间，即使它讲话了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让它冲出这个区间。现在如果它呢在下个星期这个真空区，如果它能冲过去，就是那个经济数据真空期的时候能冲过去的话，它下面有希望去到305，就是去到20SMA 那地方。今天我在 DP 里面是看到很多那种 Phantom Print， 就是 print 到311这个地方，就说他们估计是能够去到这一个区间，这里就这个黄色，我就把它留在这里是不是能冲到这个谁也不知道，但是就有些下单的人是赌，会是这样子来赌。OK， 这个是 QQQ 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 ，IWM 小盘股呢，趋势是相对比较强势的。那它是突破了一个之前给大家发的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图形，而且它收盘是站上了，其实它连续3天是站上了200 SMA 这上面，很显然是比蓝筹股就科技股要强很多。所以我们波段的那些正股的操作都是小盘股的。都是小盘股票，基本上没有大盘股的。那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区间呢，是在191附近那个地方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点。至于它如果真的冲上去的话，在下一个区间是在196附近，然后再上去就是204、205这个区间了。IWM 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简单讲一下 Etsy。这个复盘讲一下这个操作。其实 Etsy 这个操作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操作，换成小时图这样更加清晰一点。Etsy 这里呢，在116、117这个附近，它是之前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点位。那它回踩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是在这个重要的原来是阻力，然后现在变成支撑，但实际上它支撑是没有能撑住，但是它也没有垮掉，它是在粘着在下面这里。是做盘整，对，它在下面这个地方盘整，如果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盘整区，它如果能突破盘整区的话，它实际上就有操作的机会。其实这个都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很基础的那种 support 和 resistance 的概念。如果你对这些概念还不熟悉的话，可以回去看我的 YouTube 里面有教程。那它这里突破了就进场，然后它去到了之前的这一个127附近这个地方，就是我取利的地方，然后它继续冲了过去。那冲了过去之后呢，我就用之前的利润去 roll 了一些，这种是我比较常用的手法了。就是如果你是会学习我的操作的图形我操作手法的话，你都会很熟悉，这也是我比较惯用的手法了。这个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一些板块。
XPI 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板块，但是如果你实际上去看一下它的话，它还是在一个通道上面，它并没有说造成什么突破。那有些人问我最近怎么不操作LABU 呢？就是因为它这种抖来抖去这种。我不大想操作，我比较想操作能够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的那种小盘股。比如说我们波段的股票，最近都拿了好几个星期，就等。那上一次是尝试突破，但是突破失败，但我们也操作了这个地方，也没有成功，所以我不想再操作它了。下一个，那这一个呢是那些矿工 ETF， 我们之前也操作过。它现在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突破，但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这种突破，因为它这种波动大，你看一根大绿柱加一根红柱再这样冲上去，如果是做期权的话是比较伤的，就挺难用期权来操作，它的连贯性比较差。虽然它一直是往上，但是这种震荡上行的行情，用期权操作是非常困难，因为它这样子一下跌回来一天的话，期权会被杀掉很多的，那个期权的价值会被杀掉很多。材料这个 XLB 这个已经是突破了，然后呢，它在前面一个补缺的一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地方一个补缺的地方，如果能冲上去的话，大概下面一个阻力是在88左右，所以这个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。那整个板块都是挺强的。XLP 呢，现在是尝试突破，它之前这里有个阻力，在这个。我用黄色的东西把它画出来，它实际上就是这整一个这个黄色的阻力区间，再到这个上面的地方。那你在这里做多的话，就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 RNR 的地方。如果你要做的话，得等它收盘收到上面，就是有一些 confirmation 的时候，你才会去做多。它这个趋势的话，如果它能够冲上去的话。你看这里是一个 W 的一个双底的一个图形，这里刚好是它的颈线，你不看上面这个地方，刚好是个颈线。如果能冲上去的话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去到81这个附近。我们再看一下 XLC Communication， 这里也是刚好到差不多到颈线这个地方，比较关键的位置，要看它能不能突破这里。Utility 这一个呢是。当这个是一个避险的板块，如果当钱要流进到其他的那种什么小盘股啊或者科技股那边的话，钱很自然就会流出这种避险的板块。XLE 呢最近不大好，大家都觉得它会跌，油价也在跌，但它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在之前的前高这个地方盘整而已，它并没有说垮掉跌下去，所以这个是挺难看得准的，我现在都避免这个不操作了。唯一有的我们就是 STNG， 我们有这个股票，那它也差，但是它不是直接是能源，它是 tanker， 它现在也今天就差一点点就新高了，今天最高去到了54吧，54.4，差2毛钱就新高了芯片这里啊，其实它。这个是一个牛旗在这里，它在200天均线下面有一个牛旗，然后就是等，但是它在 JP 讲话，你看同样的，它是没办法突破这个区间，所以看一下11月份的 CPI 能不能成为一个 catalyst， 把它推上去200天均线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继续这样盘整。NVIDIA 我们操作的那一天是这个，为大家发信息说一个潜在的 Morning Star。就在这里，它之前你看到这里，它一个补缺的一个点位，然后它这里回调的时候，刚刚好这个地方出现个十字星。那如果你是对那种图形辨认不大熟的话，你回去看以前的我们那些教学视频里面有讲，在一个很长的红柱下面一个十字星，然后再一根绿柱，这样它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 Morning Star， 但是我没有等它完全走出个 Morning Star 再进场，因为等的话茶都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刚刚好这个地方就是它到顶的一个地方了，所以是基本上是提早进场做了这一波的操作。这波应该4000多块钱的利润，这一波。Netflix 当时讲的是基本上也是要回踩，刚好是回踩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是312.7，当时我提醒的。就是我在 Discord 里面提醒的，就是说它突破了这个的话，它是可以上 call 的，但是这一条绿柱我是没有做你这一波也是能赚，我是等它回踩了，刚好这个 pivot 这个地方，我说它正在 test pivot， 那回踩这个 pivot 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时候才进场的，是赚了这一波这个是应该是彩票不是很多，就2600多块钱 ，Shop
Shopify。那从整体上来说呢，它是成功的突破了，而且连续2天在200天均线之上，而且它突出了这一个盘整区间。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倒锤子，我特别讨厌这种倒锤子，因为别人都没有在星期五出现倒锤子，它出现倒锤子，那就会让你联想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联想到这个东西的话，今天尾盘买了回来，但是我还是有点谨慎，它会不会又重新倒回去？所以我现在没有多少的看法，反正我们赚了22%的利润，有24%吧。应该24%的利润走这个 lower low 的话，我就不玩了，或者说是它重新又跌回到这里面的话，我不想把之前的利润给重新回吐回来。Meta Meta 其实它是在现在补缺区里面，它今天已经是那个122.5这个地方是一个阻力，它基本上一下子冲了过去，那它到了下面的话就是去尝试完成补缺了，那大概就是在128这个地方。如果它能不能完成补缺之后是继续往上或者是反弹过来，这个没有人能知道。但是如果它是能够在真空，就是经济数据真空区的时候一下子完成补缺继续往上的话，那它在下一个就是去到139、140这个地方了。但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补缺的一个过程，一个区间里面。它这个补缺里面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它的筹码会比较稀一点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你上来这里的时候，它的筹码是基本上没有，所以一下子冲得很快。但是你要一到了这个补缺地方，当时这些被困住的人的话，有可能都会想跑了。这筹码是比较满的，这里我把这个筹码给清掉，这样涂干净一点。U 的情况也会比 Shop 要好一点，因为很明显它是完全已经是突破掉了，现在刚刚好是停在了之前的一个高位这个地方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小的阻力点嘛，大概42、43左右。但其实上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，真正的一个更加会强的一个阻力是在47左右，所以如果你是有的话，这样拿着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做。但是现在如果你没有的话，现在想进场的话你也太晚了。因为我在之前讲过，这里给个点位就是突破了37.7的地方就是一个进场的机会，或者说回踩到31.8，就是这些这些线我原来就这些点位我原来都有啊，就是我原来看过也给大家发过的一些图。但是 Meta 我讲回 Meta 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炒作的就是说它裁员了这样子呢，它下一个季度的财报会好。但是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看到的，它实际上它裁员的地方并不是大家最希望它裁员的地方，它裁的并不是它的那个Reality Lab 那个地方，所以它并不是裁到它的 Metaverse 那些部门了，那些部门今年还是要亏好多钱，它也没有什么减员，它减的是其他的地方。所以这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留意到，它下一个财报将会是非常有趣，因为继续还是亏那么多钱的话，它马上又要重新会比上一次跌得更惨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 OK， 没有问题的话就这样，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